我真的很想他能在我身边多陪陪我，多照顾照顾我，但是现实并不是这样。我是觉得我们俩已经认识了2年了，我可以谈婚论嫁了吧。然后去年跟他提这个事儿的时候，他就是一直推脱，找各种理由。我就觉得可能是他认为我们俩并不合适。我确实是想找个人来照顾我、爱护我，但是他又不能给我这个承诺。然后我跟他分手，他又不同意，我现在就很纠结，不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了。这个问题啊，在这个舞台上不是第一次碰到，他们的特殊和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李33岁，来自山东传媒公司主管；女主人公小尤26岁，同样来自山东，是一名公司职员。来，有请两位。依然是那样一口密码箱，锁着一个彼此并不了解的秘密。两位愿意把这个秘密公开吗？愿意。你现在所说的承诺是要一个结婚的承诺，还是要跟他结婚，姑娘？就是今年就要把婚结了。双方父母都见过了吗？我是完全被欺骗的一种状态下见到他的父母。当时我是在济南出差，他早晨起来9点多钟给我打电话，他说他发烧近40度，我当然很着急，因为我在外地，我没有办法马上赶回去，我只能说你先去医院，然后把这个病情控制一下，然后我马上赶回去。结果呢，我9点多钟接的电话，中午12点拖着我的行李箱赶到他家，打开门，看到的不是他生病，而是他父母还有他所有家里人，他亲戚在那儿坐着吃饭，让我小李你快坐吃饭。他活蹦乱跳在我面前。但是我骗你，我是有原因的。一开始咱们就说好要见家长的。第一次你说很忙有会，行，我谅解，是吧？1次2次你说让我爸妈怎么想？我爸妈甚至都怀疑我现在搞没搞对象。第3次我跟你说的时候，你说有一个客户从北京过来，是一个大客户，我让你去了。结果我晚上出去的时候，我看你跟一个女的从酒店里面出来，是不是？那我现在要问你，我的客户都必须是男的吗？那你为什么要从酒店里出来呢？他住在酒店，我去接他去吃饭。那再就是你以前也挺关心我的，然后后来就是整天打电话也不接，是吧？然后我整天找不到你人，你一有事你就说你工作忙，有会有什么的。你想想，我肯定不可能单独的就因为这一个女人我就会想什么，我肯定现在会想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，或者你根本就不足够喜欢我。那是你的疑心病，你对我没有信心。来，我来问吧，等于你骗着他去见的你父母。对。那你见过他的父母没有啊？还没有。为什么没见呢？因为他经常很忙，就是经常不回来，那我肯定就是没。为什么不让人家见你家父母呢？不是说不要去见，首先呢，我们俩认识的时候呢，我做的是留学中介，我认为我年轻，30多岁，我需要再去发展。辞职之后，我就和朋友开了这个传媒公司。我们没有那么多资金去请人给我打工，我们很多事情要自己做，就会导致陪他的时间也少，见他面的时间也少，这样会导致说他去见我父母，很可能就是有时候他有空，我没空，就是时间是交错的。行吧，这算一个解释啊。按你的说法，创业就别谈恋爱嘛。多久了谈了？差不多快2年了。所以你在着急要结婚是吧？主要不是我的问题，因为我父母很急，他觉得一个女孩跟一个男孩谈差不多1年，其实就可以定下，谈了太久了对双方都不好。那你们俩谈过结婚的事儿吗？谈过，本来我们说好了是去年结的，去领结婚证了。前一天晚上我就很开心，我都睡不着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，我说那个你明天千万不要忘了要带身份证，要带户口本，是吧？然后穿的利利索索的，咱们明天就是去拍照嘛。结果第2天早晨我很早就去了，他迟到了1个多小时，让我不是这个迟到，你有些情况是不能怨我的，有些交通情况你不能让我去控制这个情况。那我怎么就没迟到呢？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态度问题。领证这么大的事，领了吗？领了吗？不会因为迟到就不领了吧？重点就是在领的时候，最让我生气的事就是他的那个户口本，前面他爸他妈的都有，就是没有他那一张。我就不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跟我结婚还是不想跟我结婚？你不想跟我结婚，你就直接跟我说。如果说我不想跟你结婚的话，我不会去。那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拿你爸你妈的户口本过来，是让我跟你爸你妈结婚是吗？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想结也结不了，是吧？
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的那个户口页呢？那天是这么样，我晚上给一个客户做企划案，做完之后，在凌晨将近3点了，我就睡了，我就没准备着，我想早晨起来把这些东西一拿就去了，我也不知道我的户口本会少一页。在我看来，他就是不想跟我结婚。我那天我就彻彻底底的就再也不想见这个人了，就直接我就跟他说咱们分手吧，然后我掉头就走。啊，那怎么还纠缠到现在呢？然后之后那个，因为家里人也给我介绍说他太不靠谱了，然后我就想那行吧，那就去吧。对方条件也挺好的，是个医生。然后我们那天就是点了菜，刚坐下，然后他就气势汹汹的就进来了，冲着人家就跟人家说。你谁啊你？你知不知道这我女朋友啊？你坐这干嘛？你什么意思、啊？那么你告诉我，凭什么我不能生气？不跟我结婚还不让我跟别人谈，我倒想问你我没有这个意思，至少我们有一个交代之后，那么大家该过自己日子是过自己日子，没有必要说是你没有说两年的感情说东西就这样，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有这个事情。你那么忙，你怎么知道他跟别人吃饭去？你忙到这个领结婚证你都领不下来的程度了，你怎么会他跟别人吃个饭你就搞定了，你就知道了呢？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的朋友，我就东打听西打听，把这个事情打听出来了。主要现在就是不单单是因为他不跟我结婚或者怎么着，现在是我家里人对他也有意见啊，就是包括他那一次说我骗他，把他骗到我们家里来，他就进门的时候我就好声好气的跟他说，我说那么你既然已经来了，你就好好的把这顿饭吃完了，是不是就把这个事应付过去。然后他吃到一半，然后人就抬腚人就走了，跟我爸我妈说话也是哼哼唧唧，我妈说什么他就是呵呵对，您说的都对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要让我怎么做？如果你被欺骗的原则情况下，突破你的底线情况下，你会高兴吗？别吵了，我问一句啊，我希望你们俩真心回答我，行吗？好。姑娘，你是急于嫁给这个人，还是急于嫁人？其实我们俩因为已经相处2年了，要是说没有感情，那根本就不现实。我肯定是喜欢他的，而且我也想嫁给他，我很珍惜这份感情。就说你急于嫁给这个人，是吧？然后正好是家里也急着就是让我们结婚，那我现在已经27了，是吧？那我们结了婚之后还要调养身体，然后等要小孩了就30了。你知道30对于一个女人来说，那相当于什么高龄产妇，对孩子不好，对自己也不好。你有没有想过对我负责任？现在30多岁结婚的人很多，不要拿这种偏执理由放在我们身上。再问一遍，回答我这个问题：你是急于嫁人，还是急于嫁给这个人？我肯定是希望是跟他在一起的，因为已经2年了，我不可能再耽误2年时间。那备选方案是什么呢？备选方案就是重新选择。哥们儿，你想跟人结婚吗？想。那为什么2年多逼成这样，你还不结呢？中国有句古话，30而立。我现在33岁了，我还没有立起来，在我心里面，我还在地上趴着呢。我不想这么趴着，我也想年轻时候奋斗。给我一个答案，给他一个答案。你在乎他趴着还是站着吗？不在乎。但是我的心里想的是，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今天来说实话，你别弯弯绕，你那个理由都不成立。我就问你，是真想娶她吗？真想。在你的计划里打算什么时候娶她？再给我1、2年时间，让我你要达到什么状态，立的什么状态，你可以结婚。我的公司初步上正轨。什么叫正轨？就是说你要年收入多少，你才有面子结婚？至少在70、80万上。没其他女朋友吧？没有。害怕失去她吗？害怕。在你的创业的公司和这个女朋友之间做一个选择，是选择公司还是选择女朋友？嘿嘿，女朋友啊，女朋友是吧？领结婚证吗？领。就没事了吗？关键是那个我们之间发生了这些事情，我父母对他有意见，然后现在有个人一直对我都挺好的，然后我父母意思就是不行就换人吧。就说现在你他成备胎了是吧？我也挺纠结的，就是我不知道该不该再相信他，因为他这样做了。是，咱别避重就轻啊！你们俩都挺能弯弯绕的。你告诉我，现在你是不是还在交往着一个男朋友？不算是交往，就是朋友吧。是那个医生吗？是，他知道就是有他，然后我过来处理这个事情，他也希望我给他一个答复。哎呀，这才听明白了，
原来是女生有了新选择，你要挽回是吧？是，要面子多害人，你直接说就行。我听着还以为是女孩来逼婚的，结果听到最后，实际上是你要挽留人家，是这么个意思吗？哎，老师们你们怎么看？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先问一下这个兄弟啊，你是做传媒公司负责外联和剧务这一块是吧？对，还有企划、拍宣传片什么这些东西。其实我们俩的这个行业有一定的相关，因为我也是做电影啊什么这种之类的。你说你没有任何的时间，或者是说你居然在当天女孩去结婚的那一天，你带了一个户口本，没有你的名字，这绝对是有预谋的。并不是我要欺骗他或怎么样，如果我要欺骗他的话，不会在这2年里始终守着他一个人。你口口声声的说爱他、喜欢他、要给他结婚 ，OK 啊，男孩，你今天就应该把这个女孩直接拉着去结婚登记，不是完了吗？他现在翻转的地方是在哪儿？这姑娘最后才吐露实情，姑娘现在有好备胎了。其实我肯定是还是喜欢他的，但是我就不知道该听父母的还是怎么样，因为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这样问你吧，如果今天这个男孩冲过来拉着你的手，直接走，不录了，咱去领结婚证，你去吗？犹豫了，你看。好吧，我觉得接下来交给下一位老师。我觉得男生呢比较自我，他习惯于按照自己的时间点去规划很多东西。我觉得该结婚的时候可以结婚，在我觉得还没有成熟的时候，我就不应该结婚。那你没有站在这个女生的角度上去考虑很多问题，所以证明你的一些思维模式是非常自我的。那后来呢，这个女生又碰到了一个跟你来竞争的一个对手，这时候会有一个动力推你一下，你会觉得哎呀不行，我要把我的东西拿回来。其实真正婚姻的前提是你爱不爱他。那作为女生呢也是一样的，你要问问你自己心里面，他是不是你想要生活的那一个人。我还真不建议他们俩在一起。他们俩之间的问题其实非常简单，就3个字儿：不够爱。男方如果你真爱，你怎么可能不看重他的感受呢？如果你真爱他，怎么可能不尊重他的家人？都已经去逼得不行了，去领证了，居然还能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，你得有多不想跟他结婚啊？任何一个女人面临了这种情况，早就甩袖而去了。没给你一个响亮的耳光就是好事了。你不够爱的，却想站着的，你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，而且你对他根本就没有真爱。这样的男人何必要跟他在一起？你说有句老话叫三十而立，对不对？还有句老话叫成家立业，那你怎么不听了呢？谁说成家和立业不能做到很好的平衡呢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你根本就不够爱这个女孩。这个女孩其实也不够爱你。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有一个约会对象，我已经忍了他很久了。对啊，你看用的是忍哦，忍了很久了。要不是因为他一直忽略我的感受，然后领证的时候要闹那么一出的话，我肯定不可能狠下心来我去跟别人相处啊。对啊，所以我们要庆幸。我的心肯定不允许我那样。所以你们俩都要庆幸。但他真是伤了我太深了。都要庆幸，其实就在结婚这件事上看出了2个人爱对方的程度是不够的。他如果真的爱你，我就不相信他能接受跟人相亲呢。你是不是和那个男孩去发展了？我还跟他耗下去干嘛呀？我都跟他说了，你不用反问我，你回答我的问题，女孩，你是不是跟人去发展？所以最终一句话，该分手就分手。我们曾经拥有过。男生，我想我大概是理解他的。我有一种很坏的习惯，什么习惯呢？我做任何事情一定要有所准备。你比如说很简单的，我跟我老婆都喜欢吃同样东西。好，我们大老远的开车把它买回来了，开车的过程当中就说好，咱们回去之后把投影拉下来，看着电视，一边看我们一边吃，都已经憧憬好了。但我老婆是属于那种一买回来不管家里是脏还是乱，我先吃了再说。我这人呢就有点不解风情，我一定得把这个东西都整好了，桌子抹干净了，然后洗好了澡了，干干净净，坐那儿享受这美味。但往往到那个时候，这个饭菜已经凉了，他也叫了我好多遍，你快来吃吧，快来吃吧。等到我上桌吃的时候，他已经不想吃了。
他说你怎么每次都这样？挺高兴一事儿，大家伙在一起吃自己喜欢吃的，看看电影，非得让你给破坏，这是一种坏习惯。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明白。就是男生心目当中到底什么时候才是适合结婚的？男人跟女人的想法完全不一样，但是男人的这种想法往往是错误。我们往往觉得结婚就是结给别人看。为什么说结婚的时候我一定要有80-90万的收入，我要有大房子？你那80-90万和收入说的好听是说了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，为了给你在家人面前倍儿有面子，其实是为了自己的虚荣。为什么非要等到这样的状态才结婚呢？爱情的最重要的基础在于什么时候走入婚姻，就是两个人都到了那个状态，水到渠成了，你也想接，我也想接，我们也有了比较好的计划，婚后你做好父亲的角色，我做好母亲的角色，这是最重要的基础。而你所说的那些东西，物质条件要不要也要基础就可以了。男人有的时候是真贱，女人愿意跟你裸婚，他反倒不愿，自己一无所有的时候想求着女人结婚，女人却说你没有一点物质基础，没房子，我不跟你结婚。而等到真的你要熬的事业的那个时候，女人不想跟你了，你倒返回来又来去求别人。我曾经也跟你一样，后来我们没摆酒，我们就在一起，我觉得挺好。我说等生了小孩一起摆，小孩做话筒。所以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情况，不是你所能够人为控制的。千万不要因为所谓的面子，错过自己的幸福。那么接着说女生的问题，女生的问题显然比男生更大。女生的饥不择食让我觉得太可怕。我不是说你一定要耗在她身上，你不可以选择其他的人。我只是觉得你为了结婚而结婚的这个念头太可怕，你是自己要跳进火坑了。不是所有的男人都适合跟你结婚的，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定是你心头所爱，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真的把你当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。我认为他是真爱你的，只是他爱你的这种方式和结婚的想法错了。但是你是不可以任人而为的，就是什么是该做的，什么是不该做。即便是我不跟他在一起结婚，我也不能茫然地跳入别人的怀抱，我至少走出感情，我需要一段时间吧，我得想明白吧。家人催着你结婚，无疑是希望你幸福，但是这种目的是对的，但方式绝对不是就近马上就结婚，否则的话有你后悔的日子。就这样。我一直在追问你，是要结婚还是要跟这一个人结婚？你给我的答复其实是模棱两可的。我当然是希望找一个我喜欢的人结婚，你看我家里人也认可的人结婚。所以你看，那你等于就把这个人否了。到底是因为爱这个男人要跟他结婚，还是综合情况他还不错，所以为结婚而与他结婚？到底是因为他要准备跟别人要开始了，面子上下不来了，还是真的爱他，真心面对自己，好吧？然后才谈得上面对彼此。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一起进入黄金60。今天来到这里，能把事情说开说清楚，其实心里也挺踏实的。如果你能给我一些时间，你能原谅我以前对你的伤害，请你回来，我这边等着你。毕竟我们相处了这么久，然后以前也有过很多甜蜜的时光，我肯定还是爱你的。但是有些事情我还要考虑一下。来，请亮灯啊！交换你们的秘密吧。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对他们的未来你们看好吗？看好就选赞成，不看好就选择反对。来，各位请选择。66.67%的观众不看好，还有33.33%的现场观众是看好的。接下来想听听大家的一些意见，然后找一对那个情侣调查一下。来，看好吗？不太看好吧？我也不太看好。这男的反正也是犯了点错误吧，他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为付出点代价。我觉得就是双方还是心不成，
你们俩结了吗？结了。去年10月份结的婚。他逼你结的吗？不是。怎么结的呢？我跟他说我年龄不小了啊，然后呢？他说那我就嫁给你吧。哎，你看，所以结婚这个事儿一定是水到渠成，对，而不能是因为年龄啊，因为这个，因为那个，是吧？对，谢谢啊，祝幸福啊！好了，接下来看他们自己的选择，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嗨，男生给女生是这么写的，说这把钥匙是我给你的承诺，请你再给我一些时间，防盗门的钥匙，还要一些时间，女生就走了。我们可能会为一些东西错过而叹息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为一些东西错过而高兴，也许错过对于两个人的未来来说会变得更美。